峰山细谷，长龙卧虎，高山低谷，处处蒙福。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全福时间，我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每个星期四晚上全福时间，我是主持人刘仲伟。宋朝的诗人陆游曾经在他的诗《游山西村》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前面这半句后人把它改为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它意思是一样，一道山接着一道山，一条河流接着另外一道河流，好像这个路快走完了，走不下去了。可是后来柳暗花明，又看到另外一个村落。这一段话常常被我们后来的人引用为，在各样的寻求上，好像已经走不下去，已经没有路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机会，隐藏在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等着我们去寻求。这段时间来，我有不少的朋友遇到一些必须要转换跑道，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变动这真的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因为这个大环境会改变，产业会改变，随时这一切不在我们的神机妙算之中，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自己在7年以前就曾经走过一个算是相当漫长，有2年多的时间，在寻求转换职场跑道的过程。2019年的圣诞节，我也应全福会的邀请做了一个分享那段时间真的是甘苦都有，但是回头过来想，我认识到3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今天跟各位朋友分享。因为这个星期就是我转换跑道成功的5周年。我发现在那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必须要第一认识自己，要认识我们的专长，认识我们擅长什么事，不擅长什么事，要认识我们的热情在哪里，也要认识我们在人生这个阶段我们所关切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正在推动我们每一天的动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你面前的机会我们要把握，尤其是学习的机会，不管是学习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预备我回头过来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在过去我那2年多的时间，看似好像徒劳无功的预备有相关。当然，第三，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开始。因为当人真正放下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开始专心的寻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我想今天我愿意把2019年圣诞节那一段分享，那是在一个全福参会之中，能够再一次的在今天的全福时间之中为各位来播出，希望能够为一些现在也许你正在寻求新的职场机会，寻求换跑道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帮助。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段所分享的故事，叫做求职路上柳暗花明又一村。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名字叫刘仲伟，我现在是在 NASA Mountain View 的 Ames Research Center 做系统工程师。我所负责的领域不再是半导体的自动化，而是这个城市空域，空域就是空中的领域的自动化。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天空会有很多的这个飞行物你的这个 Air Taxi你将来叫 Uber 的话，它是飞过来的。那这种呢，真的就叫做云霄飞车但是这个空域呢，跟我们这个一般的地面是不一样的，因为天空并没有 stop sign， 没有红绿灯，也没有 carpool lanes，
更没有 DMV， 所以呢，你要飞上去的话，你的这个载具啊，我们要给将来的这个 DMV 就是 FAA 啦啊，给他们一些资料啊、数据啊，能够将来能够做一个发执照的一个根据啊。所以你要飞上去的话，你要有驾照、要有执照等等，这一切都要有的。而且呢，将来很多是无人的载具哈，无人飞机跟有人飞机一起在天空的时候，在你的领域上空的时候，它的 noise 还有彼此的互撞，这个叫做 collision detection avoidance 等等这些学问呢，目前是非常热的一个行业。那我最近正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因为我是从半导体进去这个行业啊，我就在这个 Mountain View 的 Moffett Field 那个基地里面。那我的这个两个同事哈，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问他你们是做什么的？哦，我这个同事呢，他是在这个月球上面啊，去用这个去探索这个水源的，啊，去看月球上有没有水。他是用火箭去撞月球，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水。我说哇，这是你的计划啊。那另外一个我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呢？哦，他说他是在那个 Space Shuttle 呢。把一些这个动物啊，小动物，譬如说这个老鼠啊、果蝇啊，放在太空梭里呢，送到太空里去观察它们 DNA 的变化。我说哇，这又是另外一门我完全不懂的这个学问。因为我做了一辈子的半导体呢，我会觉得全世界都是半导体。结果一到了这边的时候，我发现各种各样的最先端的一些概念都在那里进行。几乎每一天我都看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在里面是一个菜鸟，是一个 novice。我是一个虽然工作过30年，我觉得我很懂软体，很懂半导体，甚至我做了20年的经理，我是很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待人等等。可是去了那边的时候，我太太说：“你好像变成一个小孩，你在儿童乐园里面。”其实呢，牛顿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好像一个孩子，在这个真理的大海旁边的沙滩上玩石子。”其实我有这个感觉啊！我去了以后，我跟他们这边谈完以后，发现天外有天啊！过去我所看见的是何等的渺小。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2017年，我当时 hire 一个年轻人进来，20多岁，他说他想找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我说那你来对地方了，啊，这个行业呢是我来这个公司这个10几年呢没有看过一次 lay off， 结果2017年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我们公司的上头换人了，他一上来以后把底下的人一层一层一层的改组，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我就接收到一个 notice， 就是说你这个 position 啊被 eliminated， 啊，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请你走路的意思哈。我是非常诧异啊！我当时想，我才跟这个20多岁的人，我请他进来，因为这里很稳定啊。结果自己第一个就要以身作则啊。那当时呢是一个星期3，我当时一听，我说哇哦，你知道，我当时是这样的感觉，我心里并没有害怕，可是呢，我心里觉得哇哦。那所以当时我老板停下来，那我仔细想一想，10几年我跟着他嘛，觉得这个人生啊。真的是无常哈，真的是无常，不在你的 control 当中。所以当时我仔细想一想，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感谢你多年对我的栽培，因为的的确确他教了我很多，尤其是沟通方面如何聆听的这件事情，我欠他很多。那天我还特别记得的是，我看我的这个我关的门，这门外面呢有一些人在排队。就是我过去这段时间，我 hire 的，我所训练啊等等，我的属下在外面排队，他一个一个进来，他们安慰我，啊，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啊，你将来怎么样等等。我当时其实很感动了哈，我想说，人生呢还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情的哈，啊，我所带的这些人，他居然在外面排队啊，各种种族都不是只有华人啊，还有印度人啊。当天我只记得我跟他们讲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刚说不用为我担心啊 ，I will be fine。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哪里来这样的一个平安哈，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当时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在收东西，他们一直进来，我就跟他说 Don't worry， 说 I will be fine， 真的不要为我担心，我是一个有上帝的人。其实呢，我当时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其实并不知道，在下面的路在等着我的是什么。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做工程的人，我本来以为我当时是很没问题，尤其是你是做 manager 的嘛，哈。连我们这种人都会遇到，因为改组的关系，一层层下来。好，到上个礼拜，其实我的老板就当初请我走路的，他也走了。啊，人生无常啊，人生无常，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不是你关系好不好，能力好不好，是完全看乎现今的机会是如何。那当时呢，我就回家了，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很感谢她。她第一句话就是说 "I'm so proud of you"， 我一直记得我太太跟我讲的这句话。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太太去上班，她在家里面跟我说，在家里好好 enjoy your time， 啊，她一关门走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从来没有那种很奇怪的一个感觉。你知道，你一个人，你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每一天这个叫什么？日出而作嘛，日落怎么样而息嘛。你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所谓的 routine 当中，忽然之间你坐在那边，你本来应该要出去的，哎，我没地方去了。当时这个感觉非常奇怪啊，那我就打开那个琴盖哈，因为我会弹琴嘛，我开始把一些当时我们正在制作的一些歌曲呢开始弹。其中有一首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梅老师啊 ，Melody 老师他唱的一首歌，讲到说在这个风雨当中。风雨当中，那首歌呢，还是我帮他在那边改啊，这个歌词等等，一点感觉都没有。到那一天一谈到这个风雨当中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情感就进来，我的眼泪开始掉下来。只是人啊，是在你真的去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发现你是何等的脆弱。空空的家，但是当时最重要一个问题在我心里面，那我下面要做什么？我是应该要重启一个炉灶，还是回到我原来的产业里面，再去找一份工作，继续熬下去？我相信，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我下面怎么办？那这么下面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持续了2年半啊，2年半的时间。这2年半的时间，我并不是都在家里坐着等，要做一些事情，你自己要去探索。我第一个探索了什么事情呢？我要探索的是我自己，啊，我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我适合做什么？我什么事做不好？人到了这个年纪，你试过很多次以后，你应该多多少少认识你自己，那你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好像做一个盘点一样哈。盘点你还剩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起，对不对？再起啊！当时我很感谢刚刚我们中间一位弟兄哈，张勋弟兄哈，他当时跟我说，你盘点以后呢？只有往上不会往下，我一定买你这一只股票啊！你还记得这句话哈？对我很大的鼓励。经过盘点啊，只会往上不会往下。但是事实上事情没这么简单哈。各位朋友，如果你曾经遇过，或是你甚至你现在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并不是刻意的把一个本来很困难的问题当成很简单的问题。我当时呢想做一些新的东西，看这个现在的环境啊，大数据嘛。还有这个云端啊，这个是最 hard 的东西。好，当时我去请教过一些我过去的这些 mentor， 然后再仔细盘点一下，哎，我过去学过这个东西，譬如统计学啊，我好多年前学过，哎，可是我会啊，譬如说我做软体，哎，我会这个东西，那等等等等，把这些加起来，我发现，哎，我有60%-70%我可以的话，去试试看。所以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呢，在大数据与云端中来追寻。那我也去找一些专业的辅导。做性向测验，去看说我到底对我自己的这个评估啊，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呢，我到各行各业去面试，因为这个大数据在各行各业都有。你想象得到的，譬如说这个大公司啦 ，Facebook 啊，叫 Google 啦 ，Apple 啊，Microsoft， 这是你想过的。那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大公司，传统的像 Cisco 啦，那还有这保险业的 Allstate 啦，然后还有一道很多很多很小的公司。很多这种 startup 在做这个无人汽车的，还有这个生物实验的，他们通通需要 data scientist。那我当时都去试过，
我都经历过他们如何来考年轻人这些东西，他们再来考我。现在 interview 都不用跟你当面，哎，你来跟我来，不用了。一来什么呢？就一个 terminal， 就你在家里面你自己的电脑就是它的 terminal 起来，然后底下就是一个问题，底下就是一个 database， 然后你在上面回答他的问题，写程式丢过去，你人他的脸你都看不到，你只看到那个 terminal， 啊，这样来考试。然后呢，你就要在那个挣扎当中、很紧张的当中呢来考试。那有的时候他还叫我去 submit 一个portfolio， 啊，尤其是那个做自动车的那一家，他给我这个 portfolio， 叫我把它做一个东西，是如何来判断经过那个 Palo Alto 某一个街的时候，判断当时的无线网络哪里是 weak point。那当时你要把这东西送到云端里面去，让他们在云端拿下来做，我这些我都经历过。那后来我就发现呢，真的是没那么简单，因为我到处碰壁哈。这碰壁原因有的是 technical 的问题，一看就知道你不懂，啊，就接受他们对你很藐视的回答，啊，或者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呢，但是我怀疑他是觉得我年纪太大，或者说你的薪水太高，那我宁可去 hire 3个年轻人，啊，那个时候你心里就开始有怀疑。一个问题，我心里就在想说，难道我处处碰壁，处处挫败，这个就是我的终点吗？当时我真的问过这个问题 ，Is this the end my career？ 所以当时呢，我还真的还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做公职啊？邵阳弟兄，很谢谢你，这个当时这个看得起我，这个建议我去竞选啊。还有这个做一些这个公益的事业 charity 等等，这个我在教会经常做，还有在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全福时间的广播啊等等，对社区广播。最后呢，怎么样呢？就是退休。我这些我都想过，但是当时我就问神这句话说：这个是我人生最后一棒了，也就是这个好像个接力赛一样。我跟神说啊，既然是我最后一棒，我不要再按照我自己的选择。我一定要做一些你要我做的事情。所以呢，你要我去哪里，神啊，我就求你带我去那里。这是我的祷告，这是经过那个很多的寻找以后呢，我发出了这个祷告。结果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这很奇妙的哈，神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讲同样的一件事，告诉我。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不论去哪里都听到这句话，看到这句话，连有人唱歌也唱这句给我听。什么不叫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知道我们在职场上面，你就是要靠你的势力，是吧？那靠关系嘛，是不是？可是我知道这是神的话。结果后来呢，我收到了这个 NASA，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里面做这个软体工程师。那我就想，好，那我进去试试看。但是他们给我的不是软体，也不是经理，什么都不是，他是叫系统工程师，我听都没有听过。但是他们看我的东西呢，说你也许可以做。我说好吧，那我就来吧。那当时我也祷告，我也心里平安。好，那我就去了。那我是今年的4月第一次去 NASA。那是第一次进去的，开车进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太空梭在那个地方。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一切我过去没看过的。结果那天的面试一进去5个人跟我一起啊，同时面试，2个半钟头。前面的2个小时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可是到了最后半个钟头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其中有一位 senior 的 manager， 他问我一个问题，在这问题上呢，谈的时候呢，就发现好像这个电阻不对哈，这个 not compatible， 啊，我们2个之间就谈不对，越谈越不对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里面有一点毛，你知道吗？事后想起来，我觉得有被 offended， 啊，有一点被这个怎么翻译啊？冒犯，对。因为他问了一些问题，好像是藐视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我当时真的，我 honest with you， 我当时是这个感觉在里面，所以让我的一些回答呢开始走样。所以 by the end of that 30 minutes， 每一个人
在现场那5个人，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知道吹了。这个你根本不用讲，大家看这个 body language 啊，大家的情绪就知道是吹的是 not work。所以我就回家我心里非常的懊恼，而且果然2天之后他们寄过来 ，We decide not to move forward with you。啊，你要知道这是那个官方的用语嘛，哈，你知道吧？哈。当时我非常非常懊恼，我心里觉得就是神给了我一个机会，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当时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刚好是 NBA 啊。那个 Warriors lost the Game 7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哈？我就觉得那种感觉什么样？我输掉了那个 Game 7，因为我没有 play my A game。我可以，但是我没有 play my A game。啊，神给我这个机会，要赢这个 championship，but I blew it。但是当时我继续往前怎么做呢？我就很努力、很老实的继续谈这个 Cisco 啊、Allstate 啦等等这些自动车啊，继续谈。3个月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在夜里面睡的时候啊，就像约伯记说的，人在沉睡的时候，神就用夜间的异象与梦呢，开他的耳朵。当时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呢？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蚱蜢，绿色的。在那边对我挑衅，他在那边对我说一些夸大的话，他在那边就是 opposing me 啊。我跟你说，这个是一种这个属灵里面的东西，可是你就知道他是来针对你，来阻拦你，他来抵挡你。一个小小的蚱蜢，我当时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蚱蜢变成一个很大的绿色的孔雀。我当时一看到，哇，有我人这么高，跟我抵挡。后来我醒过来，我心里明白，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这个还是心里会 soft。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可是每次讲到这个时候，因为我明白那个是我的骄傲。神指出来说，在我生命中还有那个骄傲在那里，而是那个骄傲呢，使我在第一次 NASA 的 interview 挫败了。这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是明白神在对我说话。他说：“那个就是你的骄傲 ，your pride， 抵挡了你。”那我心里就在为这个事情认罪啊，为这个事情认罪悔改。我感谢主呢，说你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给我看。但是呢 ，I blew it， 那又怎么办呢？我就跟神说，我继续跟随你，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不到1个月 ，NASA 又打电话来找我。为什么呢？原来那5个跟我面谈的人，其中有一个从头到尾不讲话，他就在观察 everything。他看到我前面做好的那2个小时，也看到我做的不好的那后面的半个钟头，他就一直在观察。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组出来一个空缺，也是系统工程师，一模一样。他居然透过别的关系，最后总算找到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再来谈一次？”这是个神机啊！他可以找别人，他只是记得当初这个人，然后他透过一些循线来找我。好，我说好，我去。他说：“你这次来的话呢，你要好好的准备，你要做一个 PowerPoint， 把你过去所有的经验呢，好好的这个讲出来。”我就去做了，我真的好好的去做。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它做好。去的时候又是4、5个人坐在那里，但是不一样的4、5个人。2个钟头，从头到末了，我谨记着神跟我说的话。那个小的蚱蜢，我到现在也是，我到现在在里面工作，还是非常的小心对付我里面那个小蚱蜢。就当时非常的顺利。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们也都知道 I am in。2次面试啊，2个一模一样的位置，2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一群人不喜欢我，一群人张开双手拥抱我。我后来了解一件事情，不管这个工作是不是在我们的名片上面，我们这个人是没有改变的。各位朋友，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以这个工作的成败，还有你有没有打赢这个 NBA Game 7来判断你个人的价值。这个 identity 是在神的永恒里面，
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我有深深的感受，他要我来到这个世上要去做的事情，要去说的话，要成为的那一个人，在他的心意中从来没有改变。尤其是男士们、弟兄们，一定要过这一关啊，你才看得清楚前面的道路。我现在回忆这个过去旷野的道路，2年半。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 senior intern 啊，听过这个字吗？有个电影叫 Senior Intern。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跟我的朋友说呢，我来这边帮帮你忙，我要学一些东西，帮你做一些打杂的事情。那当时呢，他们就给我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件事是包括什么？设计这个网站。有人当时我们中间朋友说啊，这高中生就会做。可是当时神跟我说，他们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非常的把它当一回事来设计，我把那个网站真的好好的设计，我研究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我说把它做到好的地步，到一个地步呢，他把他原先专业人所做的那网站呢不要了，用我帮他做的网站，那网站到今天还在那里运行啊。那还有当时呢，我们大家一搬家的时候，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 office 里面呢没有清洁工，我当时有个感动，我说我来倒垃圾。为什么？因为这边都是 high pay 的 engineer startup， 你叫他们来倒垃圾，那我去倒垃圾，就一倒呢就倒了2年，每天结束时把那个袋子收好，各自把它弄干净，然后丢到外面去。后来我还觉得还蛮 enjoy 这个事情。那我现在呢，每次见到我办公室来那个一位老先生来帮我倒垃圾，我一定站起来跟他说 Thank you Mike, Good morning。上次我还跟他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 to you。这个就是哇，你如果在这个餐厅打工过的人，你给小费就不会给得太吝啬一样。那这一段的时间呢，我觉得神告诉我，谁愿为大，你就要先做众人的仆人。我重新做了一辈子的办公室，私人办公室。那后来我出来进入一个大统仓，我再一次回到统仓的这个里面，就是前后左右大家讲什么闲话，你都听得很清楚。我非常 enjoy 这种时间，我交了很多的朋友。同时，过去这段时间因为白天没事嘛。我就在我们这个街头啊，就散步，我就发现有一些很多这个10几年来没见过的人，我们住在一起，没见过。那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招呼致意啊，点头啊，以及回应的笑容呢，这2年比过去10几年都要多。我说后来发现呢，人生啊，神创造我们是一个很宽阔的道路，我们要去经历神要我们带我们去的，要去完成的，要去关怀的。这些使命当中，因为呢，人生最大的懊悔，过去有人讲这个人生懊悔是什么？不是说你做错了事情，而是你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我很感谢神啊，他当时把我忽然从那边拉出来，所以我还有一个时间去反省我自己。我可以知道我生命中那个小小的这个蚱蜢。我可以知道，我要在凡事上，谁愿为大，谁先做仆人。圣诞节快到了，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的降生。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 Wonderful Counselor，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各位朋友，不论你在人生你在哪一个环境，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是在你的掌握当中。未来不在我们的手中，可是我们有一位 Wonderful Counselor， 他认识你，为你预备最适合你的道路。就像我今天到了儿童乐园一样，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在真理的大海边，在沙滩上玩石头的孩子。祝大家圣诞快乐，愿神祝福你。感谢您收听全福时间，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您长久的祝福，深刻的激励，让您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全面的祝福。
谢谢您，下周四再见。